很疼吧？你在关心我？我只是觉得很对不起我自己。认识你以来，这样的痛我都不知道尝了多少次。身体发福都是我的，我却没有保护好自己。很好，凡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你这罪没白受。好了，你好好歇着，我先走了。留下来吧。留下来干嘛？别误会，杀死九公主的凶手还没有找到，而我又在查办此事，以防万一，你还是不要一个人待着。原来你在担心我。你别误会，其实我知道，你为人虽狠辣，但痴心一片。除了何薇兰，心里容不下第二个女人。我不会会错意的。你想做什么？这几日发生太多事了，我有点害怕。以前我娘还在世的时候，都会握着我的手入睡，这样我便睡得安心了。你要的东西。红颜果然是祸水，就是繁星絮也逃不掉。红颜若是祸水，那须眉不都是灾星了？这些都是失败的男人给自己找的借口罢了。当然，小叔和他们不一样，无深信，子之才，前途未可限量。大事既定，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那是自然。繁星絮那边，他在忙九公主的事，在他未察觉之前，你最好动作快一些。魏彦侯，这就是你查出的结果。圣上，此案分明是有人故意杀害九公主，嫁祸于大使节，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和谈，让两国陷于仇恨之中。有何证据？经仵作仔细查验，九公主的死因是窒息，应是被人掐住脖颈，导致无法呼吸而亡。这些我都知道。臣发现公主的脖颈、手腕、头皮等处皆留有细微的伤口，而这些伤口来自于围场的荆棘。这又如何？她进入围场狩猎，被荆棘划了几个口子，那有什么好稀奇的？确实不稀奇。但如果这些伤口是死后才出现的呢？活人的血流动快，受伤后容易血流不止，但死人却大不相同，血液流速慢，且颜色与活人愈合的伤口有所不同，所以臣断定，九公主身上的伤至少是死后2个时辰才出现。你的意思是，大使节进帐之前，九公主就已经死了，而九公主并非死于大使节酒后误杀，而是白日在围场已经死亡。凶手将她的尸体从林间拖拽回来，安放于大使节房内。另外，臣发现，在大使节的酒中有人故意下药，使其昏迷。下药之人我已经抓住，只可惜他是被人以书信收买，并未见过收买之人。可恶！到底是谁？
太后驾到！母后，太后吉祥。不用说了，都起来吧。方才哀家在外面都听得一清二楚，我的小九才刚刚及笄不久，便惨遭此难。他死得如此痛苦，哀家实在是寝食难安。魏远侯说是有人利用小九的死破坏和谈，我看却不尽然，因为这和谈是你主持的，使节团也是你负责招待的，此事与你利益甚大，难保不会有意包庇。且之前小九被禁足，究其原因，也是因你们夫妻二人所起。你的调查结果，我不信。母后，此事圣上，边关急报，魏远侯擅自调动兵马，致使防线空虚，邻邦趁隙而入，大举来犯。我军措手不及，折损将士甚众，情势万分危急，还请陛下定夺。魏远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文书上的印鉴是真，可是此文书并非我所发出。圣上，臣要告发樊兴绪通敌叛国之罪。他早与大使节勾连，收受其好处，想要在和谈中牟利。其次，他提及的给大使节下药之人，就是他故意买通做伪证的替死鬼。圣上若不信，可以招此人上殿询问。一派胡言！圣上，圣上，他这是故意诬陷。圣上，臣妇有事相报。这边关文书，臣妇在侯府见过，由夫君亲自送出。臣妇惶恐，实在不敢隐瞒，这关系到两国民生，望圣上明察。魏远侯樊兴绪煽动兵马，致边疆大乱，大使节杀害九公主，魏远侯故意包庇，罪无可恕。即日起褫夺其侯位，将此一干细人缉拿入狱，即刻问斩。左右方圆，见风使舵，使我高看。你不是心心念念你的心上人吗？我只是想成全你，让你早日下地狱，和你的小情人相聚。魏远侯，你疯了吗？还不快将他拿下！斩！这次如此顺利，多亏了有你误导樊兴绪，给了他错误的线索。之前被他抓住，审讯的时候，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啊！要不是你把我救出来，也不会有我今日。
上面允我几日后离府。这侯府很快便会被朝廷收回。等我将在外礼佛的妹妹和祖母接回，我便带他们离开大燕。宁王答应给我的新身份和勋爵之位，主上不希望两国和谈成功。这件事你办得很好，他之前说过的话也必然不会忘。这是主上提早为你准备的通关文牒。那便好。但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件事情要做。何事啊？小叔这是何意？想要杀人灭口吗？你很聪明，但聪明的人向来短命。你不是已经被……我没有死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你们耍我！是我让他主动接近，也是我让他故意自保，将目的告诉你。一切都只是为了打消你的疑虑，让这场戏更逼真罢了。你这个人向来自负，绝对不会相信自己判断失误。沈渊之，他几次三番要杀你，却回来将你日日折磨，你为何还要帮他？并不是我不想与你合作，一开始我确实存了在你与他之间周旋谋利的心思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我想看你们兄弟相争，谁占上风，我就倒向谁。所以你是觉得他占了上风？不，是你太卑劣。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子，但也是朝廷俸禄长大的尚书之女，深受国恩，不思相报，反为敌谋。此等其家国于危亡、背信弃义之事，我是万万做不出来的。什么狗屁家国！若不是那狗皇帝传位给他，威远侯还不一定谁当。都是一个爹生的，凭什么你是侯爷，我只是普普通通的勋贵？属于我的东西都要被你抢走。樊兴旭，我不会输的。沈渊之，沈渊之，沈渊之，你的人情我还了。渊之，没事。把人带走，把他们交给刑部。是。有件事我很好奇，你的心思如此缜密，算计得分毫不差。如你这般之人，九公主的死，真的是意料之外吗？什么意思？九公主可是亲口承认杀死了贺薇兰，夫君如此睚眦必报，真的会轻易放过她吗？可她身份尊贵，想要对付她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，借刀杀人就是最好的法子，既能一箭双雕，找出幕后之人，又可以除掉你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正好这时你身负重伤，完美的避开了一切嫌疑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一直觉得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过分聪明并不是一件好事。
你要学着藏巧遇拙，好奇心不要那么重，不然，即便我不找你麻烦，你也会被自己害死。我要的答案已经有了，今日之言，我也记下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老毛病。我只要累了，就会有些头疼，休息会儿便好了。我让下人去准备些吃的，就你平时爱吃的红豆羹，可以吗？还是你不想吃甜羹？我去叫傅仪。不必了，我说了我没事。你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错了。薇兰之死本和你无关，是我自以为是，错看是非，把自己的无能还有愤怒宣泄在你的身上。你是在跟我认错吗？在围场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此事尚有疑点，我的命还在你手里吗？做戏就要做全套嘛。何况以当时的情况，我们还是剑拔弩张来得好。所以，你早就相信我了，是吗？程宇，这错我会永远记在心中，从今往后不会再犯。是雪。别着凉了。你喜欢雪？我随父亲迁任的时候去过漠北，那里十里冰封，到处都是冰雪。我那时候不懂事，去舔露天的冰柱子，结果舌头被粘在上面下不来，闹了好大的笑话。那时我娘还在，我们一家人每天都很开心，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日子。可是回京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。薇兰也很喜欢雪，记得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她手撑油纸伞，头戴玉簪，簪身通透如冰。玉簪上是有细碎银铃，随步摇曳时，会发出微微轻响，宛如冰河之声。
星虚哥哥，星虚哥哥。微澜，你等了这么久，今天终于能如愿以偿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陪祖母在严净寺礼佛的时候，正好遇见昏死在山边的贺姑娘，所以就把她救了回来。微澜受了伤，很多事情不记得了，但她一直都在念叨着你的名字，我们这才知道她跟你认识。想着她孤苦伶仃，又遭逢此难，想着就可怜，所以啊，我就把她带回来了。在闹市被马车撞击而死，且京兆府尹亲自查过，人已经下葬，怎么会出现在百里之外的严净寺？八嫂这是何意？这严净寺的大师都说了，微澜是命格奇异，纵使生死两界，也能得到上苍庇佑，万劫而不陨。他一息尚存，便如枯木逢春，转瞬再生啊！这世间福祸生死，天地自有护他之道，哪怕命途多舛，终会重回尘世。正所谓凤凰涅槃，浴火而生，此命格天星错落，凡人不及测度。确实是奇闻异桩。恭喜贺小姐逢凶化吉，这样我便安心了。你是？啊，她是我大嫂，刚嫁入侯府没多久。你娶妻了？是。啊，哎呀，故人相逢，你们好好叙旧。元芷，我啊，特意在寺庙里给你请了平安符，你随我一块去取一下。多谢祖母。来吧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，但和你有关的所有事我都没有忘记。也许是上天见我可怜，想要圆我一个遗憾，便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能活着实在是太好了。星虚哥哥曾和我说过，星月我当时不懂，只觉得时候还没到，就拒绝了你。之后我一直在后悔，想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你我的心意，让你知道你不是在自作多情。我确实心悦过你，也许就是时机不对，有缘无分。而如今我已有了妻子，我们之间既然从未发生，那便是缘分已了，停在此处便好。我不相信，你明明喜欢的人是我，你会娶她，只是因为误会，想要替我报仇，对不对？
我什么都知道。既然我没死，你放他走，我们各归各位。我不会放她走，她是我的妻子。你不过是愧疚，报复错了人，你怎么会爱上别人？我不允许。进来。我以为你不会主动来找我。你的心上人死而复生，我还没恭喜你呢。我是来拿和离书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替二位开心。我祝你们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。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跟我和离吗？侯爷，这是何意？事情已经水落石出，该我这个倒霉蛋退场了吧？我与你和离后，你便能将贺姑娘明媒正娶回府，这不是皆大欢喜吗？我不会娶她。你娶不娶她关我什么事？我对你们这些情情爱爱、卿卿我我的事情不感兴趣。我只想过平静的日子。樊星雪，你放过我吧。何薇兰的死，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。是，我是心悦过她，但我不是个傻子，我不会被感情蒙蔽了双眼，欺骗自己没事。所以，我不会和离。我需要你留下来。你需要我？对，我需要帮我。一个只会威胁我的人，从你嘴里听到"帮我"2个字，真是难得。你一定要让我如此难堪吗？男人的面子比天大，我的命就比草还贱。说吧，你要我怎么帮你？你不用贬低自己，是我之前做的太过分了。对不起，我希望你能帮我查清楚真相，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，用尽一切方法刺激他。这句话我送还于你，这么快便断情绝爱了？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？我可以做这个恶女，但是一切尘埃落定，和离之后，我不仅要带走我的嫁妆，我还要你威远侯府一半的家产。如你所愿。以后逢场作戏，可告知一声。我威远侯府的一半家产，可没有那么好拿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你脱衣服干嘛？夫君不是让我刺激他吗？长夜漫漫，你我是夫妻，自然要睡一张床。
夫君今日故人重逢，心情激动，定是累了，还是早些休息吧。这次兵行险招，总算是保住了和谈成果。多亏侯爷相助，否则我怕是早已身首异处了。我回去之后，会将发生的一切告知给陛下，查清楚背后是谁在搞鬼，破坏和谈。山长水阔，后会有期。珍重，替我向夫人问好。侯爷，事情有眉目了。走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相信怪力乱神之事吗？属下不知，属下也亲眼看见贺姑娘下葬。你说那2个埋棺纸与于前分别辞宫回乡了？是，两人家乡距离不远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不，你亲自去一趟，务必把人带回来。是。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小姐，这侯爷最近好像不找您麻烦啦，还夜夜宿在您房中。您说咱们是不是要有好日子过啦？说什么呢？不过是刚出虎穴，又入狼窝。我这辈子最大的教训就是轻信了男人的话。人的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，若想改命，最后还是得靠自己。自从您嫁入侯府，我便越来越听不懂您说话了。自我入府以来，还从未与姐姐说过话。你是兴旭哥哥的妻子，我自然要与你多多亲近。一口一个姐姐，我们夫人可是府里的独生女，可没有妹妹。侯爷马上要娶我们贺姑娘进门了，到时候夫人自是和姑娘以姐妹相称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此事老夫人已经定下了，整个威远侯府都知道，男人3妻4妾很正常，何况是我们侯爷呢？夫人作为主母，必深谙持家之道，难道连容人之量都没有吗？我这丫鬟秉性坦荡，素来直言，不喜虚饰，姐姐可不要往心里去啊。你既然尊我一声主母，那我便教教你，如何尊重我这个当家主母。我如何持家，有没有容人之量，不是你可以随意指责的。何况你造谣生事，破坏贺姑娘的名声，到底有何居心？贺姑娘，姐姐这是何意？夫君将你们的事情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了。你身世凄苦，又遭逢大难，能有此机缘死而复生，我和他都为你感到高兴。他告诉我，要将你当作亲生妹妹一般留在府中。你放心，日后我一定会同星童一般视你，
将你当作亲生妹妹。妹妹？是。侯爷与我虽然之前从未见过，但是婚后相守，日久生情。他与我约定，此生只娶我一人。这祖母一定是误会了，下人不懂事，胡乱传话，莫要坏了姑娘你的名声。贺姑娘以后如星童一般，唤我一声大嫂，可好？什么大嫂？我不信，我要去找星旭哥哥。这人真是恬不知耻，哪有还未出嫁就惦记别人家丈夫的？慎言，我方才说什么了？莫要乱传话，坏了人家姑娘的名声。是。好了，收拾下东西，我还要等着去看下一出好戏呢。戏？什么戏？小姐。大嫂，这么着急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看看你大哥。元芷，你虽为心腹，但也不能日日痴缠于夫君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你不识大体？祖母，我和侯爷两情相悦，琴瑟和鸣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就应该传得人尽皆知，让大家都知道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心怀鬼胎，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大嫂，你这是在一语双关，指责我们带回贺姑娘，破坏了你和大哥的关系是吗？哦，我没这个意思啊。如果你们这么认为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沈元芷，你眼里到底有没有尊卑礼节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若长辈先行失德，怎能指望晚辈知礼呢？先自省，方能有指教的立场。劳烦二位让让，我要去见夫君了。祖母，你看他真是要反了天了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他赶出去，给魏远侯府换一个当家主母。旭旭哥哥，你怎么会在我房间里？星旭哥哥，元芷姐姐告诉我，她想收我，以姨妹的身份留在福州。这件事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的意思。我不信，我们怎么可能是兄妹呢？这世上可没有互相爱慕的兄妹。为什么不能？你我之间早已不可能了。以后还要嫁人，有个身份留在侯府，对你更好。若不是阴差阳错，我们早就捅破窗户纸，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他沈渊只不过是后来的。我知道你有担当，有责任心，对他心中有愧。我愿意接受和他共侍一夫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两人共侍一夫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昨晚在你房外看着你们亲热，我觉得自己要疯了。明明不是这样的，怎么说变就变了？秀秀哥哥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只是想报复我，拒绝过你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死过一回了，我绝不会再错过你。范兴旭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白日宣言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月之姐姐，别误会，我和兴旭哥哥只是一时情不自禁。姐姐，不要打我！范兴旭，你还记得你在我面前发过的誓言吗？你说你爱我至极，今生今世
只求我一人，绝不纳妾。若为此事，天降雷火，焚你三魂七魄，水淹泥沼，断你百年福缘，六亲断绝，孤苦一生，世世为人情所不齿，坠入轮回，万劫不复。樊星旭，你若有心上人，为何要诓骗我一片真心？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侯爷，你太过分了！星旭哥哥，你为了他，竟立下如此狠毒的誓言。方才你说的话，我就当没听过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不会辜负